这道题全省去年只有不到5%的学生做出来，关键在于第3步的变量代换。米天，你又在看闲书啊？他的桌面上堆满了书，但不是数学课本，而是量子场论导论、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手记以及一本厚得像砖头的工业化学概论。姓名：米天，称号：重新定义文明的理科学神，标签：绝对理性，手搓工业革命，5000年后的领路人，只要是工程问题就有解。能力雷达图：智力 S 加 Z 力量 A 战敏捷 S 加 Z 冷静。王老师，您黑板上第3行的泰勒展开式少写了一个高阶无穷小项。你给我站着听课！那是什么？掉下来了！不对，角速度恒定，没有空气摩擦的火光，质量极大，却把引力波收拢在自身周围，距离接触地表还有14秒。米天，你疯了！那是日食！闭嘴！所有人听着，这不是撞击，趴下，抱头，找三角区。3、2、1，意识！不能断。这不是空间转移，是时间跃迁，至少过了几千万年吗？苏晓，隔壁一班的那个生物系天才，核心标签化工魔女，呆萌学霸，团队粘合剂，经典台词。米天，你要的硫磺提纯公式我已经算好了。居然是你！你快看这个，三眼脊索2栖类，它的皮肤分泌物居然能瞬间腐蚀纤维。现代生物分类学里根本不存在这个纲目。看来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苏晓。欢迎来到5000万年后的地球。现在把那只青蛙放下，除非你想被它的毒液融化掉你的右手。5000万年？贝子植物退化，孢子植物巨大化，含氧量异常。再加上那个破碎的月亮，根据生物演化速度推演，如果不经过大灭绝，物种形态不会发生这么剧烈的改变。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了。感伤留给以后，还有不到20分钟天就会全黑。苏晓，把你包里所有能穿的衣服都拿出来。为什么？这里现在的气温至少有35度。现在的热是因为地表辐射。一旦太阳下山，气温会断崖式下跌。在这片荒野中，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猛兽，而是不断流失的体温。我们得找个地方挡风。我们需要火，但我没有打火机，也没有火柴。你打算请我吃糖？根据焦耳定律，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锡纸是导体，中间最窄的地方电阻最大。
米天的野外生活指南：锡纸加电池。先把锡纸剪成中间窄、两头宽的形状，然后分别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中间会迅速发热。把发热点贴近引火物，火苗就会被点燃。记得注意安全，谨慎使用哦。能量的转化会在瞬间产生灼热。哇，教科书上的原理，你居然真的能用出来！知识如果不能变成生存能力，就是垃圾。这是魔齿木昆虫的振翅声，不对，这个音量，它的体型至少有拳头那么大。灭火吗？来不及了，他们有热成像感应。既然躲不掉，那就把它们变成晚餐。是巨脉清平时代的返祖现象，高氧环境导致的昆虫巨大化。那3只俯冲下来的巨蚊一头撞进浓烟里，瞬间失去了方向感，像是喝醉了一样，在空中乱撞，发出刺耳的滋滋声。苏晓，干嘛？分析一下，这东西有毒吗？除了口气可能有抗凝血毒素外，腿部肌肉是纯粹的蛋白质，甚至是牛肉的6倍。很好，补充能量。你要干什么？口感略显干涩，但蕴含充足的热能。吃下去。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么做猎人，要么做食物。你自己选。这该死的蛋白质！大型肉食动物通常在夜间沿地面巡猎，留在这里，我们就是自助餐。我们要睡在那上面。那是5层楼的高度，而且这树皮这么滑啊，除非你会飞。给我一根足够长的藤蔓，我就能把我们送回去。苏晓，发挥你的专业特长。这是铁线藤的变种，维管束极度发达，纤维强度堪比尼龙绳，而且它分泌的汁液有苦味，虫蚁不爱咬。完美。但这没用啊，我们拉住绳子也爬不上去，太滑了。谁说要靠臂力硬爬？这是普路世劫，利用摩擦自锁原理，受力时卡死，不受力时可以滑动。我们将树枝做成脚踏板和手柄。3圈绕好主绳，把绳头穿过自身的环，拉紧，这就是普路世结。它可以沿着主绳上下滑动，受力时却会咬死不动。一脚踩在下方的结环，手推上方结，体重就被锁住，双击交替，省力又稳。学会这种摩擦自锁的技巧。你先上，踩进去，站直身体，绳结就会锁死，把你挂住。弯腿时绳结松开，你就能把绳结往上推。真管用，我上去了。开始2期工程。如果你学过拓扑学，就会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我选了这种阔叶，它叶片背面有绒毛，可以保暖，而且它的气味能驱散高空的蚊虫。从熟悉的校园生活，跌落到这个千万年后的蛮荒丛林，而我正和你一起在这里，竟然还能觉得安心。这是基于仿生学和结构力学构建的高位临时防御工事。行，防御工事。喂，米天，我们还能回去吗？根据能量守恒，开启那个时空置换通道需要的能量级，至少相当于引爆一颗小行星。除非我们能在这个废土上重建工业体系，解析出那颗黑球的引力波拼网。既然概率不为0，那就是工程学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那是张浩的声音。看来幸存的不止我们2个，但他犯了错误，在黑夜里大喊大叫，乱举火把，就像是在对所有的掠食者说：“我在这里，快来吃我。”轮流守夜，每人4小时。不管他吗？那是明早的事。现在去救人，除了多送2块肉，没有任何物理学。醒醒，
该干活了。标本还好好的。去昨晚惨叫的地方，如果人死了回收物资，活着就看有没有回收价值。你这说法真像把人当废品。能量匮乏系统里，不产生负伤的都是废品。小型双足生物围攻人类，不是野兽饲养，更像用石块砸击。袭击者会用工具。你看那里，不出来就留这，血腥味会引来食腐动物。清月，江城一中艺术班舞蹈生，外表冷艳，内心倔强。她是公认的校花，也是队伍里的核心力量。反差萌，钢铁白天鹅，承受力担当。她用实力证明，美貌并不是她唯一的标签。她说。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昨天晚上，那些东西突然出现了，大家都走散，我受了伤，堵在这里。逆天同学，理科天才，带我走，求你！带你的话，能量消耗增5成，速度降7成，看不到价值。等等！我能韧性好，动作敏捷，能钻进狭窄的地方，也能爬上高处。我能忍受任何痛苦，别丢下我！我不养花瓶，你的脚踝需要3天恢复，你负责背物资和处理生活垃圾。3天后，如果价值不够，就扔你出去。没问题。这衣服破损太严重了，在林子里很容易被虫子咬的。动静引来了鼠人，跟紧。怎么了？风向变了，刚才还是东南风，突然这片区域的气流变得紊乱，这意味着周围有大量的物体在快速移动，扰动了气流。既然来了，就别藏着。根据声波反射原理，你们的呼吸声在我听来就像是拉风箱一样吵。一共8只，没有远程武器，纯近战单位，智商评估低。他们懂得包围，但不懂战术配合，站位太密集了。怎么办？好吗？你跑得过4条腿的，而且这是他们送上门的实验材料。苏小，快把那只青蛙扔出去！目标领头鼠的脸。
就是现在！摩擦力陷阱启动。听乐，2点钟方向，树干接力，踢！虽然我想省点电，但为了减少近战风险，只能烧点了。在这个宇宙里，碳基生物最大的弱点就是可燃性。刚才那一脚力学角度很完美，也证明了你的价值。今晚你有资格分到一份食物。火光和血腥味会引来更大的东西，我们要在大餐开席之前离开。停一下！对不起，是我拖累了大家吗？没有。能喝吗？这是巨型旅人娇娇的变种，汁液微甜无毒，甚至有轻微的杀菌作用。很好。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刚才燃烧产生的黑烟在无风环境下会垂直上升，如果有更高级的掠食者或者其他幸存者看到，我们的营地就不安全了。上巨大的树巢之前，地面是最危险的。你的行进速度太慢，严重拖累了整体效率。上来！啊，这不好吧？我很重的。目测你的体重在46公斤左右，加上你现在的湿衣服和恐惧导致的肌肉僵硬，负重约为48公斤。别废话，上来！普路世杰需要双腿蹬踏借力，你的脚踝做不到。我就睡在树下吗？我说过，只要是工程问题，就有解。苏笑，去附近找一些橡胶树流出的凝固胶块，或者任何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油脂。我这边的拉力只需要你体重的1半，就能把你吊上去。欢迎来到阿基米德1号基地。说的像我们真有个基地似的。至少这里暂时安全，先把脚处理好，再做打算。我觉得自己现在闻起来像是一条发酵了3天的咸鱼。我想洗个澡。洗澡？你知道最近的水源在哪里吗？那是2公里外的河流，那里潜伏着至少3种两栖类巨兽。你是想去洗澡，还是想去当茶包？可是身上全是细菌，伤口会感染的，而且真的很黏。如果有条件清洁皮肤，确实能提高生存率。到明白，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是否会为了舒适而浪费能量。
苏晓，拿炭笔去刮些干燥的苔藓。江清月，把这根藤蔓编成网状，你应该能做。明白。好，我试试。这是一个简易的活性碳过滤系统，用树皮带把浑水倒进滤器，苔藓和细沙先挡住大颗粒，接着木炭层吸附异味和微生物，再经过布料和细沙的精滤，流出来的就已经很干净了。滴在火山岩上加热，大颗粒杂质会被拦截，木炭负责吸附异味，用来冲洗体表绰绰有余。热水，水温45度，你们轮流洗，别洗太久，水资源很珍贵。谢谢。真舒服，洗干净感觉整个身体都轻了。别谢我，这是为了团队卫生。你在做什么？猎得更远，更安全。好漂亮，这是弓箭。准确的说，是双财富和反曲弓。双财富和反曲弓的奥秘在哪里？看这里，弓梢反曲，像弹簧一样多储存一部分能量。弓腹用抗压的铁木，弓背用抗拉的藤，中间再粘合，让每种材料都发挥长处。这样一来，拉距更大，效率更高。这段用的是干燥藤蔓，里面加了蚕丝线，可以储存比普通木弓多3倍的弹性势能。这是从那只领头鼠人身上抽出来的基碱，强度是钢丝的5倍。啊，弹射威力怎么样？初速每秒65米，纵能足以击穿那个鼠人的头盖骨。在这个冷兵器时代，这就是狙击枪。今晚我们的菜单只有2样：苏潇背包里的2块压缩饼干，和我在巨型猪笼草里抓到的几只大黄鹅幼虫。幼虫。哼，高蛋白鸡肉味。为了庆祝你加入，今晚最大的归你。不吃完，明天不准上电梯。你骗我恨你！在这个容错率为0的世界，武器就是生命的延伸。红肿消退了30%，看来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普通人强，这就是长期进行高强度无氧运动的优势。出发了吗？苏笑的深度睡眠周期还没结束，现在叫醒他会影响他大脑皮层的功能区或阅读，
导致智商下降。这水怎么不流动啊？而且好热。苏笑，你发现了吗？水位线没有涨落的痕迹，氧气类植物的根系直接扎在水里，说明这里长期保持恒定水位，这不科学。这么大的水体应该有潮汐现象才对。因为引力源散架了。原本的月球是一个聚集的点状引力源，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拉扯住地球的海洋，制造出潮汐，带动洋流，调节全球气温。但现在，它碎了，它变成了一个均匀分布的环状引力圆源。当引力从点点变成环，对地球海水的拉扯力就相互抵消了，潮汐力瞬间减弱了90%以上，海洋和河流失去了动能，变成了死水。死水意味着热交换停止。没有洋流带走赤道的热量，没有潮汐搅动海水，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温室效应失控，赤道地区变成炼狱，而我们所在的亚热带就变成了现在这个高温、高湿、高氧的怪物房。我们还能找到盐吗？正因为没有潮汐，河水的蒸发量大于补给量，河岸边缘更容易吸出矿物质。走那边，保持警惕。这种静止的水域是史前鳄鱼的最爱。那个石头里是不是长着什么东西？那是襄城地铁2号线，它还在，可城市没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了。你还活着，就还有人记得他。走吧，我们得往前走。沉积岩层，这节车厢被埋在地下，经过了泥沙掩埋、高压成岩、地壳抬升、河流侵蚀，最后才露出来。这个过程需要至少1000万年。跟紧我，里面可能有我们需要的高强度金属、陶瓷，甚至保存下来的密封物资。
这层地质结构在未来的考古学里应该会被称为塑料地层层。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最后留给这个星球的，只有这一层难以降解的垃圾。是假的。据乙烯材质，商场里的人体模特，大灾难发生时，某种树枝瞬间包裹住它，才会被封在里面。但这东西对我们有用，剥开它，我们需要衣服。模特身上的冲锋衣和工装裤是高分子合成纤维，这种材料在这个琥珀的真空环境下可能并没有碳化。你是说，江清月，你的练功服已经快烂成布条了，而且防御力为0。这套衣服归你。我明白了，你挡着点风，我来动手。只有一套衣服不够，在这个环境下，皮肤裸露面积超过30%等于自杀。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条交通网络直通远方的核心枢纽，这种通行的路线上会有大量携带硬壳行李箱的乘客。找到了。快打开看看，希望能开出防护服。那2件男士衬衫，1条西裤，还有……这是什么鬼？沙滩裤，还是印着小鸭子和椰子的？这谁会在这里放这种东西啊？看来这位乘客是去度假的。我需要衬衫和长裤，袖子宽松，方便动作，也能遮住旧伤，质地不错，干了以后能御寒，还比我身上这件结实多了，够用了。那这个归我。别笑，这种化纤面料速干透气，我要用它来重新缠裹我的战术长矛手柄，以及加固我的鞋带。这才是1等奖，只要有了它，我就能把地铁车厢里拆下来的那些防火阻燃座椅套缝成最耐磨的战术背心和护腿。我们真的还在地球上吗？只是这个地球已经把我们遗忘了，别感伤了。看那边。死水河虽然没有潮汐，但它给了我们生存最关键的拼图。有了盐，我就能腌制食物，就能补充电解质，就能走得更远。为了庆祝找到文明的尸体，今晚我们吃顿有盐味的烤。
怎么了？气压在暴跌。这是用一根中空植物杆和一个塑料瓶做成的简易气压计。瓶内的空气压力与外界平衡时，液面持平。可一旦气压下降，液柱就会被推高，液面比外面高出1厘米多，说明外界气压迅速走低，气压持续下降。由于外部环境压力的剧烈下降，容器内的气体正在向外挤压液柱，这种上升速度非同寻常。这意味着，一场中心气压低于900百帕的超强台风正在形成。请台风？可是这里是内陆啊！在这个环状引力时代，海洋死水导致热量无法散发，整个地球大气层就是一个处于沸腾边缘的高压锅。庆祝取消，进入1级战备状态。苏小，把你所有的标本瓶都固定好。江清月，别管衣服了，把冲锋衣脱下来当防水布。我改造成一个能抗16级大风的防空洞。三角形，我要更多的三角形。风在何氏流体动力学问题，我们要把迎风面做成流线型。这就像是不到翁原理，重心越低，稳态越强。带上这个，别看外面，保护好眼睛。我们的手撑得住吗？撑得住，榕树起身跟抓地力是普通强物10倍。这棵树活了500年，根系早就和山长在一起了。相信生物进化的选择。八头麦迪，现在天上飞的不只是树叶，还有石头和动物。结束了吗？不，这是台风眼。你看，武功好，我们正处于风暴中心，大概有15分钟平静期，然后回南风会更猛烈。趁现在加固，喝水，吃盐。绳子不够了，用这个。鞋带是尼龙的。还有我的头发可以用上。头发不行，但鞋带可以。根据能量守恒，风暴能量总会耗尽。这是，只要撑过今晚，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这就是物理学的承诺。我想，我们不用去找河了。
根据卡路里消耗公式，舔包装袋动作消耗的能量可能大于你摄入的能量，这是负收益。大科学家，你也知道饿啊！现在下面全是水，我们被困死了。别说盐味烤鱼了，连只虫子都抓不到。什么？而且那些东西还在。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外卖，而且是挂在树上的那种。在食物链里，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不看体型，看脑子。知道这是什么吗？牙签。这是卡喉钩，17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目标物吞下它时，一旦受力，这个核心构件会在内部横向转动，并瞬间锁死。张力越大，锁定就越稳固。这是纯粹的物理学方案。那一头至少有400公斤，就算你卡住了他的喉咙，他一个死亡翻滚就能把你扯下去撕成碎片。你的力量和他不是一个量级。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省力。虽然我们没有滑轮，但光滑的树皮和涂了油脂的藤蔓可以模拟这个系统。苏晓，把那半只腐烂的巨脉蜻蜓拿出来当诱饵。江清月，准备好你的长矛。今天中午我们要吃鳄鱼刺身。鳄鱼咬钩的瞬间，我会利用自身的重力跳下，绑着安全绳，利用势能转化为动能，瞬间拉紧绳索，让骨片卡死。然后我们需要合力转动这个胶盘。只要离开水，失去了浮力支撑，再封锁住它的咬合肌，它就是一块待宰的肉。准备。那畜生是不是被吓跑了？闭嘴，看水面。他闻到血腥味了，他过来了，好快，他咬住了。他力气太大了，我们要坚持不住了。只要支点赞，地球都能撬动。给我起！固定绞盘。今晚鳄鱼叶、鳄鱼肉刺身、鳄鱼骨汤，自助餐开始。小心，腹部的皮最软，适合做贴身护甲；背部的鳞甲最硬，可以做盾牌和外层蒙皮。这头鳄鱼的肌肉密度是牛肉的3倍，脂肪含量极低，是完美的能量来源。米天，这么多肉，我们也吃不完啊！这种天气2天就臭了。我知道，吃不完就腌制，但我们杀它不仅仅是为了吃。我们要离开这棵树，洪水短期内不会退。我们需要一艘船。木筏太重且吃水太深，容易被水下的东西顶翻。最好的方案是皮划艇。皮划艇，用树枝做骨架，用这张完整的鳄鱼皮做蒙皮。鳄鱼皮坚韧、防水，且带有天然的油脂，用它做的船轻便、速度快。水里那些中小型掠食者看到这个花纹，会以为是一头大鳄鱼在游动，不敢轻易攻击。这叫仿生伪装战舰。有了它，我们就不再是被困在树上的猴子，而是这片水域的游骑兵。米天，你看那个。
有人在给我们指路。那个猫脖子上挂着东西，像是一个金骨牌。上船，推船下水，目标雷达锅盖，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无论生死，那只猫我要定了。坐稳了，重心放低。它好快！风把雷达锅盖吹向下游了，距离我们300米。那是什么东西？比之前的鳄鱼大多了。那是上龙类的反祖变异体，海洋顶级掠食者，它的咬合力能把我们的树屋咬碎。那我们还过去送死？他在犹豫，我能感觉到，他既在看那块白色金属，也在看我们。还有50米，准备接触。江清月，你敏捷最高，负责抓猫。苏笑，用长矛干扰那个怪物。发现我们了，他在看我们。和稳，移速模式。他追上来了，速度好快！他在直线加速，我们跑不过他。利用环境优势，抓紧，我们要进障碍区了。明白。小心那根横木，再撑一下。左边有根横道的巨木，跳过去，全体重心后仰，提船头。活下来了，活下来了，而且我们也验证了这艘船是可靠的。自然进化不可能在5000万年里进化出这种既能飞又能游的猫科动物，它是被设计出来。坐标，经纬度。东经114度，北纬30度，大灾难前世江城市西北部山区。避难所，真的有避难所，还有军队。目标003号避难所。我们去看看，5000万年后的人类文明还剩下多少？从这里到坐标点 N30度15分，E114度20分，直线距离大约是75公里。75公里，开车只要1小时。那是以前。现在地貌完全改变，高楼变成了暗角，街道变成了河道，山脉可能成了岛屿，而且我们要逆流而上。以皮划艇的时速，再加上应对突发危险，我们需要至少3天。3天？那我们需要带很多食物。我们现在的装备只够在树上当野人，要进行长途远征，必须进行工业化升级。第一，高密度口粮。这块肉虽然量多，但很容易变质，而且不便携带。我们需要把它制成可以长期保存的浓缩干粮。在茫茫水面上没有路标，我们需要指南针。第三，武器附魔，骨刺太脆，我们需要更致命的东西。我们要把这头鳄鱼和手头的所有垃圾吃干抹净。
彭米肯。第1步，将瘦肉切条晒干，再捣成细粉。第2步，把动物油熬成清亮的油脂。第3步，按肉粉、油脂和浆果1比1比1混合，搅拌均匀后压实成块。高热量、长保质期是远征的理想口粮。还挺好吃的。冷却后，这东西的保质期是50年。热量密度是压缩饼干的2倍，只要1小块就能支撑1整天的高强度划船。你要干嘛？修手机？修不好，但我要它的磁铁。看着。地球的磁场还在，只要磁场在，我们就不会迷路。这块弩磁铁还能用来吸附水底的含铁金属，或者在关键时刻干扰某些生物的电磁感应器官。你的柔韧性和爆发力好，适合中近距离的投掷。如果有什么东西扑向你，别犹豫，扎他的眼睛。既然它是齿后，也是我们的路标。叫摩斯怎么样？像摩斯密码一样传递信息。太长了，他的眼睛在暗处会发光，像雷达的回波，就叫回声。回声。在这个空旷的地球上，希望能听到人类的回声。好名字，以后你就是回声队长了。走吧。不要回头，在生存游戏里，回头的人通常会死。这前方水域颜色变深了。啊！你看水下，快看！这是女珊瑚礁。这是钢筋混凝土。5000万年前，这里是江城市的中央商务区。我们没有偏航，顺着这条2环线的水下阴影走，就能避开水下的暗礁区，直插西北山区。在黑暗中航行都是大忌，我们需要找露出水面的高地。
疼呢！别碰！别碰！这是生物发光，海洋里叫蓝眼泪，但这是变异刺胞动物群。僧帽水母变种，除蓄有神经毒素还带电，船是鳄鱼皮绝缘，单手碰水或他们进船就完了。保持平衡，动作轻，别激起浪花，否则会被几10万伏特生物电煮熟。什么东西上来了？关掉所有光源，虽然王爷没开灯。皮糙肉厚不怕毒素，是水母田收割者。不能打，翻船必死。看看这个，可现在，破！就那儿。今晚扎营，离水面10米，水母鲶鱼上不来。真不可思议，5000万年前这里也灯火通明吗？那时候是霓虹灯，现在是水母。能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文明的光熄灭了，生物的光就亮起来了。但我更喜欢电灯，不会致人。会有的。003号避难所只要有发电机，我就能给你搓个灯泡出来。没了，军队避难所都没了。那我们这3天的拼命是为了什么？为了来这里看坟墓吗？有味道。什么味道？是臭吗？不是烟味，木炭燃烧的烟，还有烤面包的味道。有人在天坑下面，除了我们，还有幸存者。夜风真凉，不过有火，有月亮，还有你们，就不觉得孤单了。我不是战斗型的人，可只要还记得植物的名字，记得它们的气味，就能在废土里找到方向。你没事了，我在。致幻紫罗兰，队长现在是不是中毒产生幻觉了？他没中毒，只是脑子坏了。他在这里烤火。现在没事了，我们要换个地方，去那座独立石峰建家。悠悠，你不用怕。以前你弹钢琴的手不用握刀，我会在这片废土上为你，为我们
早已做成。队长，根据资源分配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养一个吉祥物？我的刀只保护队友，不保护累赘。对不起，我会学的。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他负责精神建设和农业，这就够了。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拿着防身，如果遇到危险，往我身后躲。根据你的团队价值最大化理论，让一个从未受过训练的人持有主战武器，会不会降低了武器的使用效率？我建议这根长矛给江清月作为投掷备用。他需要安全感，而且我们现在的火力足够。哼，希望我也能有这种安全感。那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天空之城。硫化氢和二氧化硫超标，河水强酸性。我们要怎么过去？飞过去。物理学第一课。抛体运动，滑轮左右。我先过去建立接应点，物资用滑轮滑过去，最后是人。我不行，我恐高。我会用安全绳绑你，闭眼滑过去。我来叫他。看好了，没人能永远抱着你走。清月在对面接你，闭眼数到50。明天救我！抓紧绳子！苏醒，点火。清月，你的伤死不了。比起伤口，我觉得某些人的存在才是最大的危险。这里是绝佳的基地。我们在崖边设置滚木雷石，就能防御任何不会飞的生物。台地中央的土层可以开垦，那边的岩石凹陷处可以改造成蓄水池。队长，我想请教一下新的防御阵型排列逻辑。如果你和灵儿有睡在一起，那么我和清月的侧翼安全谁来负责？难道你要把最弱的一环放在防御核心？我睡那边。我负责第一道警戒线，反正我也习惯了冲在最前面。米田队长，你和你的精神建设专员守住核心区吧。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睡吧。
今天的任务是电击，我们将处于绝对高地，防御没问题，但最大的危机是缺水。苏晓，你是化学担当，负责勘测岩坑结构，雨季快来了，这是唯一水源机会。你是最高战力，去毒气裂缝砍古松木，只有你的技术能做到。我可以帮忙搬木头。唉，你负责清理营地，挑出尖石头，把干柴堆好，别走远。回声是高度警惕的生物，愿意亲近它，说明它身上有让动物安宁的特质。你在找防水层材料吗？为了蓄水池。你在哪里看到的？在那边发现的。以前见过这种植物，它的枝叶很有用，可以起到密封作用。这是高分子聚合物类的粘稠液，混合泥土后是理想的天然密封材料。林悠悠，你负责采集苔藓，你认识它，知道哪种最肥厚？好的。你出力最多，你先吃。手磨破了，找苏萧药草药汁。明天还要干活，别拖后腿。消炎的，省着点用。真是分歧，挺闹着。蓄水池水位线，哈哈，90%满了，哈哈哈。只要煮沸杀菌，就是完美的软水。小家伙，怎么了？是那些怪物，小心他们的攻击！快躲起来！这东西皮太厚，箭射不穿。金针，交给我。蜜天，想办法封住他们的行动。苏晓，把剩下的鳄鱼油全部拿出来，快！别让他跑了，那是最好的皮甲材料。
看来天空之城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我们防住了地面，防住了天空，却忘了墙壁。可是大家才想得到路。这种生物是极其出色的攀爬者，不过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它的皮肤耐火耐腐蚀，而且抓地力极强，我们可以用它来升级鞋底。而且肉质很嫩，像鸡肉，比鳄鱼肉好吃。明天一早，既然有了水，有了新材料，明天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基建了。我要在这个悬崖边造一圈风力警报器。温度曲线到了，炉温超过800度了。苏晓、风瑶，准备冷却。明白。开药。这是化学反应的奇迹，硅酸盐高温重结晶，泥土变成石头，我们有了耐火容器。这才是人过的日子，比那个漏水的树叶包好10000倍。而且这陶土里含有微量元素，不仅补铁，石英砂还增加了陶器的耐热冲击性。这个锅可以用很久。喂食，爬行动物吞下石头帮助消化，但这只壁虎显然吞了一块好东西。没有无人机雷达，但我要造一只比鹰还远的眼。50厘米，放大倍率3到4倍。摩斯密码，有人在用镜子反射阳光。3短3长3短，是 SOS。有人在求救。白木林沼泽。太阳快下山，叶窗沼泽是自杀。我知道。不，如果不去，他活不过今晚。求救信号越来越急促，他被包围了。闪光点周围有黑压压的影子。守好家，有东西爬上来就推石头砸下去。一定要平安回来。出发。戴好口罩，前面的空气颜色不对。
们在呼吸。这是肺囊树，5000万年后的沼泽底泥严重缺氧，且可能含有高浓度的沼气。普通的植物根系无法存活，所以它们进化出了主动呼吸系统。这些气囊通过物理收缩，强行将空气压入根部。它们不是在光合作用，它们是在泵气。这说明这片沼泽下的微生物活动极其剧烈。别碰那些裂口，那是排气口，排出的可能是高浓度的甲烷。这片森林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消化围带。躲避天空中的鸟类捕食者，昆虫进化出了极端的透明伪装。如果我们刚才走过去，有泥巴，这种捕食者是靠视觉和红外线感知的。泥巴能掩盖我们的热量，也能让我们看起来像一坨烂木头。登场的是废土偶像、声波海妖、快递盲盒女王唐可儿，战斗力只有 F， 但声波攻击能勉强算个 B 价，辅助 A 级，幸运值同样 A 级，生存力 D， 魅力值没得说，3S 满分。苏小，扔块肉下去。我的天！如果我们刚才直接游过去，会被钻成筛子。这不是吸血，是物理粉碎。它们对震动极度敏感，肉块漏水的震动引发了群风效应，这整片水域。救命啊！我有吃的，我有好多好吃的，救我！别动！你再动，树的震动会引来更多。那怎么办？天快黑了，他们晚上会跳得更高。我们需要一条路。苏小，刚才你说那些肺囊树的气囊里可能含有高浓度的沼气。是的，那是它们过滤后的代谢废气，甲烷含量极高。你需要射穿那棵树底部最大的那个气囊。好，苏小，准备好火种。会形成一条火龙，高温会瞬间蒸发水面，形成高温蒸汽层。那些湿润的软体动物最怕高温和脱水，我们要制造一条火焰走廊。天火！就是现在！好！走！这集闻到了！他们还在后面吗？暂时被引开了。先上岸休整，别松懈，火马上要熄了。谢谢。欢迎来到5000万年后的地球，我是米天。如果你不想被那些钻头虫子吃掉，从现在开始收起你的尖叫，听我指挥。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死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你是队长哥哥，你说了算。
我突然觉得，其实刚才不用救也行。别急，先看看他的贡品。如果只有裙子，我就把它扔回水里喂虫子。我有吃的，真的。欢迎加入我们，可儿。以后你的安全我们就包了。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尽管告诉我。我们不发电，我们采气。这些树是活体的天然气情，我们要把火引上山。唐可儿带来的物资解决了短期士气，但解决不了长期的黑暗。我们没有电，没有手电筒。一到晚上，我们就是瞎子。而那些掠食者都有夜视能力，所以今天要进行第一次能源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压缩机，不仅能把沼气压上来，还可以通过控制压力实现可控燃烧。风箱组加压！看起来简单的蓝色火焰，背后却藏着巧妙的物理原理。在左边，高压的沼气从窄管喷出，形成原始火焰，燃烧并不充分，烟雾多而温度低。当它经过细长的喉口时，气流速度骤增，压力下降，把周围的空气这就是化学能。只要下面的树还在呼吸，我们的灯就不会灭。虹吸压力已经达到临界值，重力水压应该能维持这个区域的供气。只要这里的接口稳住，岩洞那边的火苗就不会断。这种亮度在绝对的黑暗中太扎眼了。光不仅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诱饵。天哪，那是什么？他们在飞向光，越来越多。无数巨型飞蛾、甲虫，甚至还有像蝙蝠一样的飞行昆虫发疯一样冲向那唯一的光，这只是趋光性。在绝对的荒凉与黑暗中，这盏灯就是他们眼中的月亮，是神迹，但也同样是死亡的信号。关阀，快关阀！他们要冲进来了！被卡住了！救我！付晓，用石头砸开那个阀门。
他人，全部趴下，不要乱动。转动了，关掉了，大家别出声，躲进阴影里。悠悠姐，喝点水吧。这里什么电子信号都没有，只有这片荒野原始的心跳声。我们制造的光，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另一种声音。没有电子信号，没有人类广播，只有这颗星球最初的绝对的荒凉。真是一点安慰都不给啊！这该死的世界。慢慢来吧，至少在这里，我还能听到活人的呼吸声。只要火还没灭，就不算全输。至于其他人，如果缘分到了，自然会遇见。这个坑快满了，而且风向变了，味道有点……在那些未知的敌人打上来之前，如果我们自己先变成了臭烘烘的野人，那这场仗还没打就输了。今天不打猎，不巡逻，我们要搞基建。尤其事后2项，随着人口增加，粪便如果处理不当，会滋生苍蝇和细菌。在没有抗生素的废土，一次立即就能让天空之城灭团。长期不洗澡会导致皮肤病和湿疹，我们需要热水，需要肥皂。太棒了！我受够了那个悬崖边的土坑了。行动！今天我们要把文明带回这座山头。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天科普。今天我们聊一聊古人是怎么用干湿分离堆肥厕所，把麻烦变成肥料的。这里的陶土分离器像个浅盘，正中有个固体口，旁边的小槽接出流管，尿液从这边被引走，顺着主管流向外面的蕨类渠，直接变成植物的氮肥。固体部分掉进下方的堆肥箱，每次用完撒在菜地或者花草边，像这样营养满满，还不浪费一滴水。没有 S 玩水封，怎么防臭？用灰，草木灰是强碱性的，不仅能杀菌吸湿，还可以锁住氮元素。每次上完厕所，舀一勺灰盖住，这不仅能彻底掩盖气味，几个月后，箱子里的东西就会变成无受的有机肥。这是我有生以来上过最感动的厕所，那是文明的丰碑。当蓝色的沼气火焰舔舐石板，流经主管的水流会被迅速加热，这是最原始的燃气热水器。利用虹吸原理，把地面蓄水池的水引到高处的水塔，有了落差，就有了水压。水温调试完毕，大概40度。这套系统用的是丛林里的全部废料吊，先用皮囊封箱，把空气送进肺囊束气囊，压力一大，沼气就沿主管被推到锅炉。这里的竹盘管被火焰加热，水被烧热后靠虹吸原理爬上重力水塔，水塔一满，球阀自动关注出水口，保证管理始终是满水状态。谁先来？热的，真的是热水。陆小姐，你快把我的沐浴露递进来，我要洗3遍。这就是救世界的味道。我们要建一座高脚竹楼，离地30厘米，防潮防蛇虫，人字形屋顶铺棕榈叶和防水苔藓。中间是公共活动区，左边侧是作为大通铺宿舍，右边作为我的工作室，存放各种材料和工具。出于安全考虑，必须隔离。
我们有家了！大家快看，为了庆祝我们搬进新家，我拿出了这盒珍藏已久的午餐肉。哦，这可是我一直舍不得吃的宝贝，今天配上新鲜的芥菜，一定会非常美味的。这锅神几焖饭，绝对是我们这一路走来吃的最奢侈的一顿了。终于能坐下来安安稳稳吃顿饭了。是啊，这种感觉真的久违了。敬文明，敬热水澡，敬活下来。有情况，离席。在哪儿？正下方。13个，过了1号防线。快动起来，去操作风箱，集中注意力。避开视线！你的状态如何？到极限了，快撑不住了！苏小开阀门，开到最大。别吐了，看清楚他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他们是食人族，输了你们的骨头也会被挂着。明白了，这是战争。洗澡可以，但得涂上驱虫草的汁液把气味淹住，不然你就得当诱饵。这是黑曜石，纯度极高，边缘比手术刀锋利，附近可能有火山或矿脉。有了这个，我们不仅能做更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附近有我们要找的核心矿产资源。那是黑火药。阳光像一把钝刀，试图割开笼罩在石峰周围的尘雾，但收效甚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那是未散尽的沼气燃烧后的硫磺味，混合着昨夜那只黑爪猿人尸体留下的类似腐烂鱼腥的血腥气。昨晚我们赢了，但赢得像个笑话。
我们现在就像是住在没有任何围墙的别墅里，手里捧着金块在向全世界招摇。昨晚是运气好，猿人想偷袭，所以没有一拥而上。如果他们下次来50个呢？如果他们学会了顶着同伴的尸体挡火焰呢？我们必须把这扇门关上。我们要修一堵墙，一堵让任何野兽、野人甚至恐龙看了都绝望的叹息之墙。原理很简单，但这会是一场体力的酷刑。用竹篾编织成巨大的方形笼子，然后填满碎石。这种结构因为有缝隙，可以透水，不会因为暴雨产生的静水压力而倒塌。同时，石头之间的摩擦力能吸收巨大的动能冲击，哪怕是那群猿人拿石头砸，甚至是以后可能遇到的冲撞型野兽，都撞不开它。你知道这种像是能呼吸的城墙吗？它由石垄和竹材组成，不但坚固，还能把雨水顺畅地排走。当外力冲击时，石块之间会移动吸能，大幅减弱震动，让城墙像缓冲垫一样。前方再配上进了件独木之叶的竹笋巨马。光有盾不行，还得有刺。苏小，你的毒药呢？这是剑毒木的白色树枝，见血封喉。虽然没有提纯设备，但原液毒性只要划破皮肤进入血液，会导致肌肉松弛、心脏麻痹。大型哺乳动物10分钟内就能造成瘫痪。霸王龙可能挡不住，但挡住几十个猿人绝对没问题。不能吃了，吃了会得肉毒杆菌中毒，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地方，拉肚子会拉死人的。可是我们没食物了，我们需要盐。没有盐，我们没法腌制腊肉保存食物。没有盐，我们的神经传导会出问题，最后会休克死亡。可是去哪里找盐？海边吗？这附近看起来不像有海啊。那个，回山之前飞出去玩的时候，我通过他的眼睛看到过一个地方，就在石峰背面的山谷里，有一片灰白色的悬崖，那里有很多动物聚集，它们在舔石头。盐田，那是食草动物补充矿物质的天然圣地，那里一定有盐眼或者硝盐矿。唐可儿和林悠悠守家，你们守在墙后面，一旦有情况就放火烧。苏晓、江清月，跟我走。注意脚下，这种环境最适合蛇类伏击。真的是盐矿！别光看食物，要看食物链的顶端。泰坦鸟俗称恐怖鸟，这是新纪元陆地上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它不飞，它是跑着杀人的。那张巨大的鸟喙能瞬间啄穿野牛的头颅。强攻吗？它的脖子看起来很脆弱。它的速度比你快，爆发力极强，而且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同伴。为了点盐跟这种霸主拼命不划算，用化学射它的脚边。快，我们只有10分钟。这层白色的结晶含盐量很高，虽然有酶和硫酸盐杂质，但可以提纯。这是极品陶土，做大缸就靠它了。这些岩石杂质太多，直接吃会出大事。接下来，看我的吧。
快看，真的出盐了！啊，是咸的，真的是盐。只要阴干2天，再用堆烧法烧制，我们就有粮仓了。哎，闻起来好香啊！我们终于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了。这可是加了咱们亲手熬出来的盐，味道一定很特别。有了盐，明天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肉都腌制成腊肉，保存更久。挂在通风口，下面烧柏树制熏烤，做成腊肉，就算被围困1个月，我们也不怕饿肚子。今天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这个世界虽然危险，但只要有知识和胆量，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我们的防御有了，健康有了，储备也有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米天，你说那片地图南面的空白区域真的会有瀑布吗？很有可能。如果真的有瀑布，那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可以搞水力发电，甚至是水力锻造锤。今天我在采集粘土的时候，发现泥土里混杂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是烧制过的陶片，这种细腻程度根本不像几万年前的化石，更像是近代的产物。看来，这5000万年后的地球，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一场秋与一场寒，虽然这里是疑似热带的史前丛林，但早晚的温差大得吓人。昨夜的一场暴雨过后，清晨的气温骤降到了15度左右。啊切！米天审视着自己的队伍，他们现在的形象，如果拍张照片发回现代，绝对是标准的野人难民营。食住行我们都初步解决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我们不仅需要保暖，还需要防御。我们的皮肤太脆弱，丛林里一次擦伤就能要命，更别提那些野兽的爪牙。可是我们没有布料啊！
我们不需要不良，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材料。我们要搞皮革工业。这棵古老的树皮保留了完整的纤维结构，是最适合做罩皮的材料。只要刮下外层，再用灰水浸泡，就能自由收缩成坚韧的套。我们需要单宁酸，这是一种在很多植物里都存在的色味物质，像树皮、栗树皮或者某些灌木的叶子里含量很高。嘿，好色，就是它，单宁含量极高。浸泡2天，就能得到1缸浓缩的柔液。既然材料已经备齐，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些实用的缝纫工具。这种精细的活，就让我来吧。耐心是磨砺出好工具的关键，这是一场属于时间的磨砺。至于缝线，我这儿有那只泰坦鸟脚踝处最坚韧的大金，晒干后比铁丝还硬。只要用石头砸松散，就能撕成这种比头发还细，却比尼龙绳还结实的金线。成功了！容易腐烂的生皮变成了深褐色，质地变得紧实厚重，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树木和泥土的清香。这就是革。虽然现在成革了，但只要一晒干，它就会变得像木板一样硬。最后一步也是最累的一步，我们要把这些皮革做软。用力！我们需要彻底拉断皮纤维之间的粘连。我知道，我还有力气。终于，它现在变得像绒布一样柔软了，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